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就是再见这个词，字面意思是再次相见，听着很好，但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好像不太爱说。没错，这事儿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但其实再见这个词，它天然就带着一种距离感和正式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很少说再见。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hinese Podcast， 我是林静。大家好，我是方舟。就像方舟刚才说的，在跟家人或朋友告别的时候，要是说再见，反而会觉得有点怪怪的，甚至有点生分。对，那这种感觉背后仅仅是语言习惯，还是折射出了中国人际交往的独特心理呢？这绝对不只是个习惯，在亲密关系里，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无缝连接。无缝连接，这个怎么理解啊？你想想，孩子早上出门上学，妈妈一般会说什么？一般是路上小心点啊，或者早点回来。对的，这些话里充满了具体的关心，他很少会站在门口，很正式地对孩子说再见。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样。如果我妈跟我说再见，我可能会愣一下，心想，今天这是怎么了？我妈是要离家出走了吗？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再见这个词，它像是在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画了一条线，暗示着一次完整的、有仪式感的告别。好像在说这次见面结束了。是的，但在家人、好友之间，我们默认这种关系是持续的，告别只是短暂的物理分离，情感上还连着呢。所以用回头聊、我走了啊、回见或者拜拜这种随意的表达，反而感觉更亲密。也就是说，不说再见，恰恰是为了维护那种我们是一体的感觉。那到底在什么场合下才用再见呢？你能给我们举一些必须或者最好说再见的例子吗？当然，我觉得可以把这些场合分成3类，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场景。太好了，洗耳恭听。第一类是需要表达尊敬的场合，比如学生在放学时跟老师告别，最标准、最得体的说法就是老师再见。哦，对对对，如果一个学生跟老师说老师我走了，或者老师拜拜，听起来就有点太随意了，不够尊敬。正是如此，同样你看完病要离开诊室，对医生说医生再见，或者你和一位长辈告别时说王叔叔再见，都是非常合适的。在这里，再见传递的是一种尊重。明白了，这是尊敬的场景。那第二类呢？第二类是需要体现专业的场合，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正式商务场合。比如你去参加一个面试，结束的时候你肯定要对面试官说谢谢您，再见。这要是说回见啊，估计工作就没了。哈哈，没错。或者你开完会送客户到门口，说王总合作愉快，再见。在这些场合，再见是职业素养的一部分，它清晰地标记了一次工作的结束，专业、干练，不拖泥带水。专业性，这很好理解。那第三类是什么？第三类是需要保持礼貌距离的场合，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比如你跟一个朋友吃饭，他带来了一个你第一次见的新朋友，饭局结束，你们各自回家。这时候你对这位新朋友说再见，就是最安全、最礼貌的选择。我好像有点感觉了。如果我说下次再聚，可能会让对方觉得我只是在客套；如果我说拜拜，可能又显得有点过于自来熟。完全正确。再见在这里就成了一个完美的社交词汇，它既表达了礼貌，又没有冒昧的拉近关系，给了彼此一个舒适的距离。总的来说，当你不太确定用什么词告别时，说再见通常是最稳妥、最不会出错的。这么说来，再见这个词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告别语，它简直就是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缩影了。是的，这背后是中国人对关系非常重视的体现。
所以告别也是一种关系维护。完全正确，每一种告别方式都体现了我们与对方的情感距离和未来的期待。你能用具体的例子帮我们理解不同告别方式的差异吗？比如每天见的同事和几个月才见一次的朋友，告别时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可以这么比喻，跟天天见的人告别，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你下班时跟旁边的同事说句“我先走了啊”，或者点个头就足够了。因为我们默认明天还见。对，这是一种默契，所以不需要任何额外的言语去确认。但跟几个月才见一次的朋友告别，就像给一盆珍贵的植物浇水。怎么说？你需要明确的给它养分，所以你会说下次见，保持联系，有空再聚。我明白了，这些话不仅仅是告别了。对，你说到了点子上，它更像是一种约定，一种承诺，来确保这段关系不会因为时间和距离而干枯。前者是基于默契，后者需要说出来的承诺。不过有空再聚，很多时候是客套话，最后也没聚成，这会不会带来情感上的负担？这个问题很好，表面上看像空头支票，但要理解它，关键是看它在告别瞬间传递的温度。传递的温度，这个要怎么理解？当一个老朋友跟你说这句话时，即使你们心里都明白，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见面，但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份对情谊的肯定和对未来连接的期盼。他是在说，虽然我们要分开了，但你在我心里，我们的关系很重要。这种情感的确认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有道理。所以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聚这个行为，而在于我想和你再聚这个心意。就是这样，这背后其实是一种东亚文化圈普遍的含蓄。我们不习惯像西方文化那样直接说 I miss you 或者 Our friendship means a lot to me。我们把这些情感藏在有空再聚、路上小心、到家了说一声这些具体的有关怀意味的嘱咐里，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不言自明的浪漫。我明白了，所以这些含蓄的嘱咐其实是给关系保温的。那如果面对的是一种很长时间的分离，比如好朋友要出国留学几年，或者因为工作要调动到别的城市，该怎么告别呢？这时候的告别就不再是简单的保温了，而是要往这段关系里一次性注入足够多的能量，来抵御未来漫长的时间和距离。可能会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有事随时联系，我到时候一定去看你之类的话。感觉这些话包含着非常浓烈的情感。没错，这些话都语重心长，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是把对方当成家人一样的叮嘱，有事随时联系，是在承诺我永远是你的后盾。而一句我到时候一定去看你，则是一个分量非常重的约定，是在给对方一个确定的未来的盼头。所以说，越是珍视的关系，在面临长期分离时，告别就越要充满承诺和力量，以此来对抗关系的终结。说到终结，还有一种更彻底的告别，就是关系的终结。比如恋人分手，这种时候一般会怎么说？你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如果说朋友告别是为了对抗终结，那分手时的告别就是为了明确的带来终结。这时候那种含蓄不说破的默契就完全不适用了。所以会说的特别直接。对，普通人之间最常见的就是一句痛彻心扉的我们分手吧。这句话就像一把剪刀，咔嚓一声，把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无缝连接的情感纽带给剪断了。通常还会配上一句我们不合适作为理由，以及一句祝你幸福或者你多保重作为结束语。祝你幸福听起来很美好，但用在这个场景里，其实是在说我们到此为止了，从此你的幸福与我无关了。
你把这层意思点透了，这是一种体面的划清界限的告别。但更有意思的是公众人物，比如明星分手，他们的告别方式又是另一番景象。对哦，我经常在微博上看到他们的分手文案，感觉都像是一个模板里刻出来的。没错，那个分手文案模板背后就是一种典型的面向公众的体面哲学。他们很少会说分手，而是用更中性的我们分开了，然后会遵循一个经典3段论。还有固定的框架是哪3段？第一，肯定过去，感恩过去所有的美好时光。第二，定义现在，我们决定回归朋友关系。第三，祝福未来，未来我们还会是朋友，祝我们各自安好。各自安好这个词太经典了，除了这些，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句也经常出现。在祝福未来的时候，除了各自安好，还有一句特别流行的，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哦，这个听起来就很有文化。是的，这句话其实出自唐代的放妻协议，也就是离婚协议书，意思是分开之后，我们2个人的空间都变得宽阔了，各自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吧。用这种古风的句子，的确显得既有文化底蕴，又有一种看淡一切的洒脱感。那么这套话术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核心是为了向公众展示一种和平分手的姿态，维护双方的形象和体面，避免舆论的猜测和攻击。这和普通人私下里那种真实的情感宣泄完全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危机公关，一场表演给所有人看的告别仪式。没想到原来背后还有这么一层逻辑。所以从最私密的我们分手吧，到最公开的各自安好，一别两宽，告别的语言也深刻地反映了说话的对象和场合。这么说来，告别其实是门大学问，小到每天下班，大到生命的终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文化逻辑在里面？问得好，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心理确实延伸到了我们对生命终点的告别。在这个场合，我们很少会说永别这个词。还真是这样，我们常用一路走好、安息来替代，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文化上对死亡有一种逃避，或者说不敢直视呢？我觉得这并非逃避，而是一种更哲学化的理解。在传统观念里，死亡不是一个终点，而是生命循环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就像生命中的一个逗号，而不是句号。对，所以我们不说永别，因为它太决绝了，意味着彻底的结束。我们说一路走好，是祝福逝者在另一段旅程中顺利。对生者说节哀顺变，是希望他们能理解并顺应这个自然的生命规律。哦，原来是这样，这和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的终结很不一样。是的，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体的终结和最后的告别，而中国文化则倾向于把个体的死亡融入到一个更大的家族和宇宙叙事中。我们不是不敢直视，而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安放它。所以，从日常的路上小心，到面对死亡的一路走好，都深刻反映了我们含蓄内敛、重视关系，以及对生命循环的独特看法。你完全明白了这里边的精髓，在一个简单的再见里，其实藏着中国人独有的人情味儿和智慧。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聊到的内容吧。好的，我先来。首先，再见这个词是一把社交尺子，它划定了一条清晰的界限，界限之内是亲密关系，我们用不说再见的方式来表达持续的情感连接。界限之外是需要保持礼貌距离的社交场合，我们则用再见来体现尊重和专业。说得好。其次，告别的方式其实是在为我们的关系定下基调，它可以是用充满温度和承诺的话语来维系一段感情，也可以是用清晰的语言为一段关系画上句号。最后，不讲永别，是因为我们相信生命是循环，死亡并不代表终结，
为什么中国人很少说再见？这个问题不仅仅关乎一个词，更关乎我们如何看待关系，如何表达情感，以及如何理解生命。总结得太棒了！你看，一个简单的告别背后就有这么多关于关系的学问。其实在中国，这种对关系的重视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还真是，我看到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也和关系有关。为什么在中国关系很亲近的人反而不太会 AA 呢？好问题，我先给你一个简单的回答。有时候 AA 制可能会伤感情。哦，伤感情，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故事。所以想知道为什么吗？咱们下期节目揭晓。非常期待，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我是林静，我是方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你看，方舟对观众朋友们说的就是再见，这代表了我们对大家的尊重和一种小小的正式感。没错，但我们俩私下里肯定就是一句拜拜。拜拜。